长途飞机、出租车，3个小时的新干线，1小时的公车，20分钟摆渡船，再加上10几分钟的迷你公车，终于到了濑户内海的直岛。因为有3年1度的艺术节，濑户内海的几座小岛成了热门旅行地。但它到底是艺术爱好者的圣地，还是网红打卡的天堂？这3天，一起来深度体验一下吧。爬过小坡，在美术馆办了入住，我们坐单轨电车来到贝勒生之家的椭圆形场。这儿既是美术馆又是酒店，很难想象在95年这儿就已经开业了。建筑和装修毫不过时，理念到今天仍然觉得很超前。不愧是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。直岛是一个特别的存在，居民只有3000出头。来到这儿才知道，在成为全球艺术爱好者的圣地之前，直岛和很多濑户内海一带的岛屿一样，面临着工业污染和人口流失的双重困境。以教育出版起家的贝勒生集团，总部在附近的冈山市，2代老板都信奉以人文驱动，经济应该为文化服务的理念。从80年代中期和直岛政府合作，开始建造全球儿童教育露营地，之后又逐渐建造了美术馆、酒店，创办了艺术节，用了40年，把直岛变成了既现代又融入当地人文的乌托邦式的社区。在人人急功近利的时代，贝勒生集团和直岛的故事令我深深感动。世界上多一些这样的企业，该有多美好！直岛也是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乐园，地中美术馆应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。建在地底，展品完全依靠自然光照明，在不同的天气光线下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安藤忠雄说过，我不想做那种耀眼的建筑，而是想做看不见的空间，让人意识到时间的流逝、光的存在、内心的平静。这种风格当然也很适合濑户内海的环境，所以他在这儿建造的不只是建筑，而是重新塑造了直岛的身份，将当代艺术和建筑融入了当地的日常和自然。惊喜地发现，以烟花出名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在直岛也有艺术装置。原来这是在98年就展出过的互动装置文化大混浴，中心是一个浴盆，按照设计，池中应该放入草药，周围按风水摆上大型太湖石，形成微型园林。泡汤者来自不同的背景，可以共同浸泡在艺术与自然之中，实现文化交融。可惜现在并没有开放。今天吃的是和食，便当君的背后是山本博司的摄影作品，这顿饭的艺术感简直爆棚。之前在伦敦还专门去看过他的大规模回顾展，在这儿有种碰见熟人的亲切感。住在美术馆的好处是，晚上闭馆以后，住客仍然可以随意走动，在更安静的环境下感受作品。直岛上绝大多数的作品是当代艺术，相比于注重表达自我的现代艺术，当代艺术更像是一个社会实验，需要观众的参与和互动，从被动的欣赏者转换成为主动的思考者。边看边想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你又看到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发现，当我放弃了要鉴赏当代艺术的执念后，它们变得可爱了很多。不过晚上走在山本博司空无一人的时间回廊里，还是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夜晚，等着小电车缓缓下坡，有种宫崎骏电影里猫巴士的魔幻感觉。晚安喽。贝勒生之家的椭圆场完美地展示了安藤忠雄的建筑元素：混凝土、光、几何、安静。这儿适合冥想、沉思，感受自己之外的一切。这儿只有6个房间，却有一个专门的缆车，仪式感200%。早上下山，路过的所有角落都有艺术。今天白天，我们计划要去附近的丰岛。等船的时候，便当君还遇到了2个巴西老乡，
真是个神奇的地方。星期一是直岛的闭馆日，所有直岛的游客都涌去了丰岛。船挤就不用说了，到了丰岛连跑了好几家都租不到自行车，后来还是有人退订，我们才幸运地租到了最后2架单车。丰岛的人口不到900人，公车往来非常不频繁，电动自行车是漫游丰岛的最佳方式，非常建议提前预约，不然会像我们一样狼狈。兴冲冲的一路骑到丰岛最南端，想看盐田千春的大型装置《线的记忆》。到那才发现，这个空间因为春季艺术节昨天结束而正在闭馆中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在窗户缝中偷窥一下满屋的红线，感觉好卑微。真实的作品是这样的。好在还有常住在这里的梦海人之地，它也是我在丰岛最喜欢的装置。坐在上面可以很孤独，可以很亲密，也可以很疏远。它既像渔网，又像一条孤舟，是椅子，也是画框，既有艺术感，又能融入周边环境，竟然坐上去还挺舒服。附近有岛民开的小店，进去补一点朴素的碳水，也算是为岛上经济做一点微小的贡献。之后继续上车探索，在绿油油的田间骑车。画面之外的是温和的海风、青草的芳香、空灵的鸟叫。丰岛有天然泉水和温暖的气候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，盛产大米、橄榄、柠檬之类的作物。很难想象，这里在70年代曾经因为非法排放工业废弃物而变成了污染严重的垃圾岛，直到2000年初政府才开始处理，后来又进行了土壤替换和植被修复。岛民们花了20多年，才把这儿恢复成了这样一个伤疤也会发亮的家园。2010年起，又和贝勒生集团合作引进了当代艺术，比如法国艺术家这座专门收集世界各地人类心跳声的小美术馆，在这儿可以检索、聆听和体验陌生人的心跳。我随机搜索到一位小学生在2010年录下的心跳声。他写下这样的信息：将来的梦想是住在外国，今后想在大学学习德语或者西班牙语，并与很多人交流。如果住在欧洲，还想去看足球比赛。我想通过努力实现我的梦想。因为听着真实的心跳，仿佛和他有了穿越时空的交流，想知道15年之后他的梦想有没有实现。篮板做成丰岛的形状，而且有很多个篮筐。这个2013年艺术节的作品，好像在邀请男女老少一起来投篮，输赢无所谓，参与最快乐。附近还设有洗手池，真的很贴心。同样在2013年艺术节开馆，艺术家横尾中泽和建筑师永山裕子合作，把古民家改造成了关于生命的对话场域。跟随着庭院里的锦鲤进入馆内，既是老宅，也是展示作品的空间，更是一个探讨生命的舞台。丰岛最有名的艺术品一定是丰岛美术馆。说是美术馆，但展品有且只有它自己个儿，建筑本身。你说这算不算一种行为艺术？之前说到当代艺术的精髓，不在欣赏，而在全心投入的参与。丰岛美术馆真的是狠狠地点了题。进入到一个藏在丘陵中的贝壳形状的空间，顶上是2个完全露天的圆形天窗，没有柱子，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照明。地上悄然流动着天然泉水渗出的水珠，进去需要换拖鞋，保持安静，不可以用任何电子设备，只能全心感受这个空间。开始我觉得有点故弄玄虚，但真的坐在地上，静下心来，看着天空、光影，地上的水滴镜自融合又分开，闭上眼睛，感觉风和鸟叫。过了一会儿，竟然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感动到热泪盈眶。之后才知道，这个空间叫做母体觉醒，是一个让人慢慢意识到自己活着的空间。那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吧。
丰岛回直岛的最后一班船在5点多出发，因此还有很多作品和空间没时间看。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我被这个900人的小岛深深震撼。除了当代艺术，岛上也有淳朴可爱的一面，比如超级可爱的公车、海带和柠檬的土特产、港口等待室、花花绿绿的针织店儿。有机会一定要再来这里看完所有的艺术品。下一期跳回直岛，继续探索。